坠落，失重感攥住内脏，风在耳边嘶吼，而这一切都不及后背残留的触觉来得冰冷。那只手，那只需要我帮助时微微颤抖，在深夜安抚我伤口时无比温柔的手，此刻正贴在我背上，用最熟悉的力道将我推向深渊。对不起。许曼的声音从上方飘来，裹着哭腔，恰到好处的颤抖。我也只是想活下去。我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他最后的表情。下方，丧尸的嘶吼如潮水涌来，腐烂的手臂高举，张开的嘴里滴着粘液，他们在欢迎这场从天而降的盛宴。5年，末世5年里，我为他挡过爪牙，为他闯过尸潮，我把最后的食物让给他，我把唯一的护甲套在他身上。我以为在文明崩塌后的废墟里，我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直到此刻，直到坠落前那一秒，我看见他跳上驾驶座，引擎咆哮，车灯照亮他泪水连连却毫无犹豫的脸。他没有回头，连一次都没有。剧痛炸开，皮肉被撕裂，骨骼被折断，意识坠入黑暗前，最后一个念头楔入灵魂。如果能重来，许曼，我要你跪在同样的深渊前，亲眼看看你究竟失去了什么。黑暗吞没一切，但恨意在死亡深处燃起了幽蓝的火焰。猛地，我睁开了眼睛，心脏狂跳，像是要从胸腔里挣脱出来。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浸湿了我的后背。陌生的天花板，不对，这该死的熟悉感。我挣扎着坐起身，环顾四周，贴着老旧动漫海报的墙壁，堆满复习资料的书桌，还有那台嗡嗡作响的老式台式电脑。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租住的那个小单间。我不是应该在江城郊外的废弃公路上被丧尸分食了吗？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我下意识地摸向床头的手机，屏幕亮起，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一行日期：2030年8月12日。我的瞳孔骤然收缩。2030年8月15日，一种被命名为 T 病毒的未知流感席卷全球，3天之内，文明崩塌，世界沦为人间炼狱。我重生了，重生在了末世爆发前的3天。我不是在做梦，濒死前那股强烈到极致的怨念，竟然真的让我回到了过去。巨大的狂喜和滔天的恨意在我胸中交织碰撞，让我的身体都忍不住微微颤抖起来。我回来了，这一次我拥有整整5年的末世生存经验。我知道哪里有物资，哪里有危险，我知道谁是朋友，谁是人皮恶鬼。而你，许曼。我拿起手机，熟练地翻到那个被我置顶的号码，备注是我的小公主，多么讽刺。我清晰地记得前世的这个时候，她正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她害怕，说她想来我这里寻求我的保护，而我像个傻子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打开了门，也打开了通往地狱的门。手机屏幕上许曼的头像笑得甜美无害，可在我眼里，那张脸的背后却藏着无尽的冰冷与自私。这一世，我不会再给你任何伤害我的机会。不，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我要让你，还有那些曾经背叛过我的人，都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上弹出来一条新闻推送：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通报，全球多地出现不明原因高烧流感，专家建议民众减少外出。来了，一切都按照记忆中的轨迹开始了。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复仇需要力量，而我现在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毕业生。我需要物资，需要武器，需要一个安全的据点。还有3天时间，足够了。我迅速在脑中规划着行动路线。首先是食物和水。我知道我家附近那家大型连锁超市惠民优选的地下仓库里，有一批因为盘点失误而被遗忘的物资，足够我一个人消耗很久。其次是武器，消防斧、撬棍，这些都是末世初期的神器。最后是据点，城市中心在末世爆发后会迅速沦为最危险的区域。我必须找一个易守难攻，又有足够空间的偏僻地方。江城西郊那家废弃的第3纺织厂，前世那里曾是一个小型幸存者基地的雏形，后来被一个心狠手辣的团队占据，但现在那里还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废墟。我的心脏因为这清晰的规划而剧烈跳动起来。这一次我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在我准备下床行动的时候，一边陡声，砰砰砰，剧烈的敲门声响起，伴随着一个男人粗暴的吼叫：开门，快开门！妈的，老子的钥匙呢？是隔壁的邻居，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
我皱了皱眉，记忆中末世爆发的第一天，这个混混就因为在外面鬼混，第一批被感染了，但他现在应该还没事才对。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突然从门外传来，紧接着是咚的一声闷响，像是重物倒地的声音。我的心猛地一沉，提前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看去，走廊的声控灯忽明忽暗，那个混混正趴在地上，身体不自然地抽搐着。他的房东，一个50多岁的胖大妈，正惊恐地站在一旁，手里还拿着一串钥匙。小张，小张，你怎么了？你别吓唬阿姨啊！胖大妈颤抖着伸出手，想要去扶地上的混混。别碰他！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吼出声来，但已经晚了。地上的混混猛地弹起，原本浑浊的眼睛变得一片灰白，嘴巴张到一个恐怖的角度，一口咬在了胖大妈肥硕的手臂上。啊！凄厉的惨叫划破了老旧居民楼的宁静，鲜血喷涌而出，那混混像一头饿极了的野兽，疯狂地撕咬着。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丧尸，第一只丧尸就出现在我的门外，比我记忆中提前了整整2天。我的重生像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已经开始引起连锁反应。胖大妈的惨叫声越来越弱，她的身体也开始抽搐，瞳孔渐渐失去了焦距。我必须离开这里。我猛地转身，冲向窗户。这里是3楼，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怎么办？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机械音突兀地在我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处于极端危机环境，符合绑定条件，末世生存系统绑定成功。新手任务发布：击杀眼前这只普通丧尸。任务奖励：力量强化+1，基础格斗术被动。我愣住了。系统？前世挣扎了5年，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难道这也是重生带来的变数？门外咀嚼血肉的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是2具身体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声音，以及砰砰砰开始疯狂撞门的声音。我没有时间犹豫了，富贵险中求。我的目光迅速扫过房间，最后锁定在了墙角那根用来晾衣服的金属杆上。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双手用力将金属杆从塑料底座上掰了下来。入手沉甸甸的，给了我一丝安全感。起手任务提示：普通丧尸行动迟缓，听觉敏锐，弱点为头部。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冰冷而坚定。前世5年，我杀过的丧尸没有1000也有800，恐惧那种东西早就被磨灭了。我将房间里最重的电脑主机拖到门后顶住，然后握紧金属杆，站在门边静静地等待着。撞门声越来越响，老旧的木门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终于砰的一声巨响，门锁被撞开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率先冲进来的是那个已经完全变成丧尸的混混，他灰白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我，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嘶吼，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就是现在，我侧身让过他扑击的路线，同时手中紧握的金属杆带着风声，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噗嗤，像是西瓜被砸开的声音，粘稠的暗红色的液体溅了我一脸。混混丧尸的身体僵住了，然后软软地倒了下去，后脑勺的位置已经是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点击杀普通丧尸乘1，任务完成，奖励发放：力量+1，基础格斗术已掌握。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原本因为用力过猛而有些酸痛的手臂，此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同时，我的脑海里也多出了许多关于格斗的知识，仿佛我练习了成千上万次一样。还没等我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第2只丧尸，那个胖大妈也摇摇晃晃地冲了进来。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和身体的强化，我不再有丝毫的紧张。我冷静地后退一步，预判了他的行动轨迹，手中的金属杆以一个刁钻的角度，精准地捅进了他的眼窝，直没致扁。胖大妈丧尸的动作戛然而止，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击杀普通丧尸乘1，获得能量金盒灰色乘1。我看到在胖大妈丧尸的后脑处，一颗指甲盖大小的灰色晶体正散发着微弱的光芒。金盒，末世中后期最重要的资源，可以为武器附加能量，甚至能被异能者吸收，提升实力。没想到现在就出现了。我强忍着恶心，用金属杆的另一头将那颗金盒从丧尸的脑袋里撬了出来，用纸巾擦干净，放进口袋。发现可吸收能量源，是否吸收？吸收。我毫不犹豫地在心中默念。
手中的金盒瞬间化为一股精纯的能量，融入我的身体。吸收能量金盒灰色乘1，系统能量加1，当前能量100%，系统商城功能开启初级，可使用能量点兑换物资。一个虚拟的蓝色屏幕突兀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只有我自己能看到。屏幕上是一个简陋的商城界面，商品列表：一瓶500毫升纯净水，1能量点；一块100克压缩饼干，1能量点；一把锋利的工兵铲，10能量点。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这简直是末世里的神迹！有了这个系统，食物和水将不再是问题。只要我不断地猎杀丧尸，获取金盒，我就能兑换到任何我需要的东西。复仇的火焰在我的胸中燃烧得更加旺盛。许曼，等着我！这一世，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我不再停留，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2年的小单间，握紧手中的金属杆，毅然决然地走出了房门。楼道里血腥味弥漫。我的末日，我的审判，从现在正式开始。我没有选择走楼梯。老旧居民楼的楼道狭窄，一旦被堵住，就是死路一条。我回到房间，撕开床单，拧成结实的绳子，一头绑在暖气管道上，另一头扔出窗外。3楼的高度，对于现在力量得到强化的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顺利落地后，我没有丝毫停留，直奔小区外。许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惊恐地看着那些扑咬活人的疯子，却不知道下一个变成疯子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我目不斜视，脑中只有一个目标：惠民优选超市。超市门口已经乱成了一团，人们疯狂地涌入，抢夺着货架上的食物和水。一个超市保安试图维持秩序，却被一个红了眼的男人一拳打倒在地。混乱是最好的掩护。我压低了帽檐，从超市的侧门挤了进去，直奔员工通道。前世，我曾在这个超市做过1个月的暑期工，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通往地下仓库的铁门紧锁着，但这对现在的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从旁边的消防箱里拿出消防斧，对着门锁的位置狠狠地劈了下去。哐当一声巨响，火星四溅，连续劈了7、8下，在加1的力量加持下，门锁应声而断。我推开沉重的铁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仓库里漆黑一片，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所及之处堆满了积灰的纸箱。就是这里，我找到一个印着罐头食品字样的箱子，用消防斧撬开，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黄桃罐头和午餐肉罐头。我心中一喜，毫不客气地开始往我带来的那个巨大登山包里装罐头、压缩饼干、瓶装水，这些都是末世里最宝贵的硬通货。就在我埋头扫荡物资的时候，一阵轻微的沙沙声从仓库的深处传来。我瞬间警惕起来，握紧了手中的消防斧。难道这里有丧尸？我放轻脚步，循着声音慢慢向仓库深处走去。手电筒的光束下，我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正蹲在角落里，背对着我，似乎在啃食着什么。是人还是丧尸？我不敢大意，缓缓靠近。熟悉的嘶吼声传来，我心中一凛，是丧尸。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靠近，猛地转过身来。那是一张年轻女孩的脸，但此刻却布满了青黑色的血管，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肉。她的怀里抱着一只被啃食了一半的死老鼠。我皱了皱眉，这只丧尸看起来比之前遇到的那2只要瘦小得多。发现变异初期丧尸速度型，危险等级低。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速度型。不等我细想，那只女性丧尸已经发出一声尖啸，四肢着地，像一只敏捷的猎豹朝我飞速扑来。好快！我心中一惊，下意识地横起消防斧格挡。丧尸的利爪和斧面碰撞，发出一声脆响，一股巨大的力道传来，震得我虎口发麻，连退了好几步。他的力量远超普通丧尸，一击不成，他再次发动了攻击，速度快的在手电筒的光束下只留下一道道残影。这就是速度型丧尸吗？我的心沉了下去。如果不是系统提前强化了我的身体，恐怕我连他的一击都挡不住。基础格斗术的知识在脑海中飞速运转，我不再被动防御，而是抓住他攻击的间隙，猛地一个侧身，消防斧自下而上，划出一道刁钻的弧线，狠狠地劈向他的膝盖。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女性丧尸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一条腿被我直接斩断，速度瞬间慢了下来。
趁你病，要你命！我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一个箭步上前，高高跃起，手中的消防斧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力劈华山，正中他的头颅。噗嗤，斧刃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脑袋，绿色的腥臭液体溅了我一身。击杀变异初期，丧失速度型乘1，获得能量晶核绿色乘1，系统能量111%。一颗散发着淡淡绿芒的晶核从丧尸的头颅里滚了出来，竟然是绿色的晶核，而且1点能量就等于10点。我心中狂喜，连忙将晶核收起，吸收掉。系统能量加10，当前能量121%。暖流再次涌遍全身，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和速度又有了微小的提升。看来猎杀这种变异丧尸才是快速提升实力的最佳途径。我不敢在仓库里多做停留，背上装满物资的登山包，迅速离开了超市。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街道上到处都是追逐撕咬的丧尸和四散奔逃的人群，汽车胡乱地撞在一起，燃起熊熊大火，黑色的浓烟滚滚升空，将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末日的阴影之下。我没有理会那些哭喊求救的人。圣母心在末世里是第一催命符，前世的我就是因为一次不必要的善心，差点死在被救之人的背刺之下。这一世，我只信我自己。我避开人群和丧尸密集的地方，穿梭在小巷里，快速向着江城西郊的第3纺织厂前进。路上，我又顺手解决了几只落单的普通丧尸，收获了3颗灰色晶核，让我的系统能量达到了24点。我毫不犹豫地花了20点，在系统商城里兑换了一把开山刀和一把多功能军用匕首。消防斧虽然威力大，但太过笨重，不如刀具来的灵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当我终于抵达目的地第3纺织厂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将废弃的厂房染上了一层诡异的血色，高大的围墙上爬满了藤蔓，巨大的铁门锈迹斑斑，上面还挂着一把大锁。这里看起来安静的有些过分。我没有急着进去，而是先绕着围墙走了一圈，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纺织厂的规模很大，里面有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员工宿舍区。围墙很高，只要把大门堵死，就是一个绝佳的避难所。确认没有异常后，我用开山刀砍断了门上的锁链，推开了沉重的铁门。一股尘封已久的气味扑面而来，厂区里杂草丛生，一片破败的景象。我握紧开山刀，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第一目标是办公楼，我需要找到这里的地形图，才能更好地进行规划。办公楼的大门敞开着，里面一片狼藉，文件纸张散落一地。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走廊上，皮靴踩在碎玻璃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这死寂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刺耳。就在我拐过一个转角时，我的脚步猛地顿住了。前方不远处的经理办公室里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声。是人，我心中一紧，缓缓靠近。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透过门缝向里看去，只见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倒在血泊里，腹部有一个巨大的伤口，肠子都流了出来。而在他的旁边，一个穿着职业套裙、身材姣好的女人正背对着我，跪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似乎在哭泣。救我！地上的男人看到了我，伸出颤抖的手，向我发出了微弱的求救。那个女人听到声音，也缓缓地转过头来，她的脸上挂着泪痕，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无助，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求求你，救救我们经理，他被一个疯子咬了。换做前世的我，或许真的会心软，但现在，我的目光落在了女人那双看似无助的眼睛深处，那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和疯狂。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好啊！我一边说着，一边握紧了开山刀，缓缓地向她走去。我这就来救你们。看到我答应的如此爽快，女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喜色，但很快又被悲伤和恐惧所掩盖。她的演技堪称完美。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她哽咽着，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地上的男人也露出了希望的神色，挣扎着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我一步一步的靠近，脸上的表情平静无波，但全身的肌肉已经紧绷，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就在我距离他们还有3米远的时候，一变陡升。那名一直表现得柔弱无助的女人眼中突然爆发出怨毒的光芒，她猛地从地上窜起，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沾满血迹的裁纸刀，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狠狠地刺向我的心脏。她的动作快如闪电，
脸上挂着狰狞的笑容。去死吧，你身上的东西都是我的了。与此同时，那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经理也猛地睁大了眼睛，灰白色的瞳孔死死地锁定了我，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嘶吼，张开嘴就朝我的脚踝咬来。原来他早就已经识变了，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利用女人的柔弱来降低我的警惕，再由丧尸化的同伴发动致命一击。好狠毒的手段，只可惜他们找错了对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夹击，我没有丝毫的慌乱，这一切早已在我的预料之中。来得好。我冷笑一声，身体猛地向后一仰，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险之又险地避开了女人刺向我心脏的裁纸刀。同时，我抬起穿着厚底军靴的右脚，狠狠地踹在了那颗咬向我的丧尸头颅上。砰！一声闷响，丧尸经理的脑袋像是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到了一样，瞬间变形，红白之物四溅。击杀普通丧尸成一，获得能量晶和灰色成一。女人一击落空，眼中闪过一丝惊愕，她没想到我的反应竟然这么快，但她没有放弃，手腕一转，才纸刀划出一道寒光，横削我的喉咙。然而她快，我比她更快。在身体后仰的同时，我手中的开山刀已经顺势挥出，后发先至，冰冷的刀锋精准地划过了女人的手腕，一条手臂带着一串血珠冲天而起。女人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抱着断臂，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怎么会？我缓缓直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冰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信过你。末世里最可怕的永远不是丧尸，而是人心。这个道理我用一条命才学会。不要杀我，我错了，我把食物都给你。女人惊恐地向后退缩，身体因为剧痛和恐惧而剧烈的颤抖。我一步步逼近，手中的开山刀上鲜血缓缓滴落。完了。我不想和她废话，举起了手中的刀。对于这种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甚至主动猎杀同类的人，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今天我放过他，明天他就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害下一个人。就在我准备了结他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触发特殊事件，人性的角色。选项一，杀死他。完成奖励，力量加1，获得称号冷血屠夫，对人类威慑力小幅提升。选项二，废掉他的行动能力，让他自生自灭。敏捷加1，获得称号秩序执行者，在建立幸存者基地时更容易获得他人信任。选项三，放过他。完成奖励5，获得称号圣母之心，你离死不远了。我看着眼前的3个选项，微微一愣，这系统还有这种功能？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排除了第3个选项。至于第1个和第2个，力量和敏捷都是现阶段我最需要的属性。冷血屠夫的称号看起来很霸气，但秩序执行者的后续效果似乎对我未来的计划更有帮助。我未来的目标不仅仅是复仇，还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的基地。我需要可靠的同伴。一个屠夫的名号显然不利于团结。我的目光再次落在女人身上，她惊恐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哀求。我心中瞬间有了决断。开山刀落下，但并非砍向她的脖子，而是精准地斩断了她的另一条腿的脚筋。女人再次发出一声惨叫，彻底瘫倒在地上，失去了所有行动能力。我冷漠地看着她，说道：我不杀你，但是你的死活也与我无关了。说完，我不再看她一眼，转身从那具丧尸的脑袋里撬出晶核，吸收掉。系统能量加1，当前能量125%。完成抉择，获得奖励，敏捷加1，称号秩序执行者。一股轻盈的感觉传遍全身，我感觉自己的动作变得更加迅捷了。我没有在办公室里多做停留，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血腥和背叛的地方。身后传来了女人怨毒的咒骂和绝望的哭嚎，但我充耳不闻，把她留在这里，让她在无尽的恐惧和饥饿中等待被游荡的丧尸发现。这种死法或许比一刀杀了她更加残忍，但这是她应得的。我在办公楼里找到了纺织厂的详细结构图，这让我对接下来的基地改造计划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随后，我开始清理整个厂区。废弃的纺织厂里游荡着10几只丧尸，大多是以前这里的工人。他们被我一一引诱出来，用新获得的速度和力量轻松解决掉。
击杀普通丧尸乘13，获得能量金盒，灰色乘13，系统能量加13，当前能量138%。清理完厂区，天已经彻底黑了。我找了一间相对干净的员工宿舍，用铁柜和桌子死死地顶住房门，然后才疲惫地坐了下来。从背包里拿出2罐午餐肉和一个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这是我重生以来吃的第一顿安稳饭。吃饱喝足后，我才有时间来整理今天的收获。除了38点能量，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临时的安全据点。但这还远远不够，我需要加固这里的防御，需要更多的物资。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可靠的战友，一个前世和我并肩作战，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我的兄弟王猛。我拿出手机，屏幕上还显示着微弱的信号。末世爆发初期，大部分通讯基站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运转。我翻出那个熟悉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那边终于传来一个粗犷而警惕的声音：“谁？猛子，是我，江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王猛带着一丝惊讶的声音：“陈子，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不是说毕业后就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了吗？”王猛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我最好的兄弟。他是个退伍军人，性格直爽，身手了得。毕业后，我们因为一些小事吵了一架，已经快1年没有联系了。我苦笑一声，说道：“猛子，别说废话了，听着，我现在说的是，你可能不信，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我深吸一口气，用最简洁的语言说道：“世界末日来了，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待在城里就是等死。我现在在城西的第3纺织厂，这里暂时安全，你必须马上过来找我。”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能想象到，王猛此刻肯定觉得我疯了。陈子，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没疯。我加重了语气。你现在打开窗户看看外面，听听外面的声音。新闻上说的不明流感就是丧尸病毒，被咬了就会变成怪物。猛子，我用我们俩的交情发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你还记得吗？大2那年，我们俩去爬山，我为了救你，腿摔断了，你背着我走了20里山路，把我送到了医院。我江晨这条命是你给的，我不会拿这种事骗你。电话那头传来了王猛沉重的呼吸声。我知道，他动摇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你现在在哪里？我在城东的蓝湾小区当保安。城东，离我这里几乎横跨了整个江城。我皱起了眉头。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不要相信任何人，找一些吃的喝水，再找一把趁手的武器，比如消防斧。天亮之后，想办法搞一辆车，加满油，沿着外环线一路向西来纺织厂找我。记住，千万不要走市中心，那里现在是人间地狱。好，我知道了。王猛的声音变得无比凝重。你也要相信。放心，我死不了。挂断电话，我靠在墙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说服王猛是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他是我唯一能够完全信任的人。有他在，我们守住这个基地的把握就大了几分。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在他到来之前，把这里变得更安全。我的目光投向了系统商城的界面。38点能量还不足以兑换什么强大的防御设施，看来今晚我得主动出击了。外面的世界虽然危险，但也充满了机遇。我休息了2个小时，恢复了一下体力，然后带上我的开山刀和匕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纺织厂。夜色是最好的猎杀场，而我将成为这片猎场中最顶级的猎人。夜幕下的江城宛如一座鬼域，没有了灯火通明，只有零星的火光在远处闪烁，那是燃烧的车辆和建筑，将天空映照成一片不祥的暗红色。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和焦糊味，丧尸的嘶吼声此起彼伏，像是为这座死亡之城奏响的哀乐。我像一个幽灵穿梭在城市的阴影之中。敏捷加1的属性让我的动作变得异常轻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的目标很明确，猎杀落单的丧尸，获取金盒。很快，我在一条小巷的尽头发现了一个猎物，那是一只穿着外卖员服装的丧尸，正趴在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上，贪婪地啃食着。我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先观察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其他的丧尸后，才缓缓地从背后靠近。距离还有5米的时候，那只丧尸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他的脸上沾满了血污。看到我这个新鲜的活物，立刻放弃了地上的残羹剩饭，嘶吼着朝我扑了过来。我眼神一冷，不退反进，脚下步伐一错，身体如同鬼魅般绕到了他的侧面。
手中的开山刀划出一道冰冷的弧线，噗，一颗头颅冲天起，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拖沓。击杀普通丧尸 X1， 获得能量金和灰色 X1。我熟练地撬出金盒，吸收掉。系统能量加1，当前能量139%。解决掉这只丧尸，我没有停留，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游荡在纺织厂附近的街区，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死神，收割着那些落单丧尸的生命。我的猎杀效率极高，基础格斗术让我总能找到最完美的攻击角度，强化的力量和敏捷则保证了每一次攻击都能致命。当天边泛起一抹鱼肚白时，我已经回到了纺织厂。这一夜的收获堪称丰厚。系统能量198%，距离升级只差2点能量。我没有急着去寻找最后2只丧尸，而是打开了系统商城。基地建设模块在能量接近100点的时候已经被激活了。我看到了我最需要的东西。商题：初级电网围栏图纸，效果可在指定区域架设一道带有高压电的铁丝网，有效阻挡普通丧尸和小型变异生物。兑换所需能量50点。备注：需自备发电机和足量金属材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兑换。兑换成功，消耗能量50点，当前能量148%。一张虚拟的图纸瞬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关于如何架设电网、如何连接发电机，所有的知识都一清二楚，仿佛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电工。发电机，纺织厂里就有备用的柴油发电机。金属材料，厂区里到处都是废弃的铁架和铁丝。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柴油。我记得纺织厂向东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型的加油站。现在是末世第2天，加油站这种地方肯定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甚至可能聚集了大量的丧尸。但我必须去，没有电网，这个基地就谈不上绝对安全。我稍作休息，吃了一些东西补充体力，然后再次出发。这一次，我的目标是加油站。白天的城市比夜晚更加危险，视野开阔意味着我更容易暴露在丧尸的视线中。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街道的边缘前进，利用废弃的车辆和建筑作为掩护。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惨不忍睹的景象：被啃食的只剩下骨架的尸体，因为争抢物资而自相残杀的幸存者，还有那些茫然地站在街上哭喊着寻找家人的孩子。我的心早已坚硬如铁。我不是救世主，我能做的只有让自己活下去，然后完成我的复仇。当我靠近加油站时，远远的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汽油味和血腥味。加油站里一片狼藉，几辆撞在一起的汽车还在冒着黑烟，地上躺着10几具尸体，有人的也有丧尸的。7、8只丧尸正在加油站里漫无目的的游荡着，而在加油站的便利店里似乎还有幸存者。我看到便利店的玻璃门被货架死死地顶住，门后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皱了皱眉，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如果只是解决那几只丧尸，对我来说并不难，但便利店里的幸存者是个不确定因素。我不知道他们是善是恶。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等他们离开再动手时，一阵引擎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一辆改装过的皮卡车像一头钢铁猛兽，咆哮着冲了过来。车顶上架着一挺简易的机枪，一个光头大汉正疯狂地对着加油站里的丧尸扫射，火舌喷涌，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出，将那些游荡的丧尸瞬间打成了筛子。皮卡车一个漂亮的甩尾，稳稳地停在了便利店门口。车上跳下来4个男人，个个手持砍刀和钢管，满脸的凶悍之气。为首的是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他一脚踹开便利店的门，嚣张地吼道：里面的人听着，这个加油站现在归我们狂狼帮管了，识相的把所有吃的和女人都交出来，不然死！便利店里传来一阵惊恐的尖叫。我躲在一辆废弃的公交车后面，眼神瞬间变得冰冷。狂狼帮前世将成一个臭名昭著的掠夺者团伙，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知道有多少幸存者惨死在他们手中。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连枪都搞到了。阿哥，里面有3个男的，2个女的，那2个妞长得还挺正脸。一个黄毛混混从便利店里探出头，一脸淫笑地说道。刀疤脸闻言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兄弟们，干活了！男的打断腿扔出去喂丧尸，女的带走。今晚给兄弟们好好乐呵乐呵。好嘞！几个混混狞笑着冲进了便利店，很快，里面就传来了男人的惨叫和女人的哭喊求饶声。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握着开山刀的手不由得紧了紧。换做以前，我可能会选择避开。狂狼帮人多势众，还有枪，硬拼不是明智的选择。但现在，我的目光落在了那挺架在车顶的机枪上。如果有了它，我的基地防御能力将提升不止一个档次。而且，触发特殊事件，恶徒的狂欢。任务目标：肃清狂狼帮，解救幸存者。任务奖励：系统能量加100，解锁技能枪械精通初级。看着系统发布的任务和那丰厚的奖励，我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100点能量，枪械精通，这简直是雪中送炭。风险与收益并存，干了！我不再犹豫，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气息压抑到最低，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猎豹，悄无声息地向着那辆皮卡车摸了过去。车顶上那个负责扫射的光头大汉，此刻正点上一根烟，一脸惬意地听着便利店里的惨叫，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我绕到皮卡的视觉死角，双手抓住车厢的边缘，猛地一用力，整个人如同狸猫般悄无声息地翻了上去。光头大汉似乎听到了一丝异响，警惕地回过头。他看到的是一双冰冷到极致的眼睛和一把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的匕首。你行。他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下一秒，我手中的军用匕首已经闪电般地划过了他的喉咙。噗！鲜血喷涌而出。光头大汉捂着脖子，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顺手将他手中的机枪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冰冷的触感传来一股令人心安的力量。前世我也摸过枪，虽然算不上神枪手，但基本的射击要领还是懂的。现在有了枪械精通的加持，我相信我能让这挺机枪发挥出它最大的威力。我将枪口缓缓地对准了便利店的门口，一场杀戮的盛宴即将开始。而这一次，猎人和猎物的身份将彻底调转。便利店内狂欢仍在继续。放开我，你们这群畜生！一个女孩的哭喊声凄厉而绝望。小美人，叫吧，叫得越大声，老子越兴奋。黄毛混混的淫笑声令人作呕。刀疤脸一脚踩在一个年轻男人的胸口，将枪口顶在他的脑袋上，满脸狰狞地对另外2个瑟瑟发抖的幸存者说：“看清楚了，这就是反抗我们的下场。”枪声响起，血花四溅。刀疤脸吹了吹枪口的硝烟，脸上露出病态的快感。就在他准备将魔爪伸向那2个已经被吓傻的女孩时，便利店外响起了死神的咆哮。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重机枪的火舌像一条愤怒的火龙，瞬间吞噬了便利店那脆弱的玻璃门。无数的子弹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金属风暴，疯狂地倾泻进狭小的空间里。哇！提袭！狂狼帮的众人瞬间被打懵了，他们根本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站在门口的2个混混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打成了马蜂窝，身体像破布娃娃一样倒飞出去。黄毛混混惨叫一声，大腿中弹，鲜血直流。刀疤脸的反应最快，他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个女孩，将她挡在身前，当作人肉盾牌，同时惊怒交加的吼道：“这是谁？给老子滚出来！”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继续冷静地控制着机枪进行短点射，子弹精准地穿过货架的缝隙，将一个个试图反击的混混钉死在墙上。便利店里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货架倒塌，商品碎裂，鲜血和脑浆糊满了墙壁。别打了，别打了，我投降！剩下的2个混混彻底崩溃了，扔掉手里的武器，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刀疤脸脸色铁青，他挟持着那个女孩，一点点地向后门挪动，眼中充满了怨毒和惊恐。朋友，道上的朋友，报个名，今天这事是个误会。他试图和我谈判，我冷笑一声，停止了射击。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子弹打光了。这挺机地枪的弹链并不长，一轮扫射下来已经消耗殆尽。刀疤脸见状，还以为我的威胁解除了，脸上立刻露出了残忍的笑容。妈的，没子弹了，吓死老子了！你个藏头露尾的鼠辈，给老子等着，等老子出去，一定把你碎尸万段！说着，他就要拖着人质从后门逃跑。但我会给他这个机会吗？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我从皮卡车顶上一跃而下，手中的开山刀化作一道银色的闪电，直奔他的后心。
刀疤脸感受到了背后的恶风，心中大骇，猛地将手中的女孩向后一推，试图阻挡我的攻击。好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我眼神一凝，在半空中强行扭转身形，避开了那个无辜的女孩，同时手中的开山刀顺势向下一划，刀锋精准地切断了刀疤脸的右腿根腱。刀疤脸发出一声惨叫，扑倒在地。我稳稳落地，看也不看那个被吓得瘫软在地的女孩，一步步走向刀疤脸。你到底是谁？刀疤脸挣扎着，惊恐地看着我，这个如同魔神般降临的男人。吉哥，取你狗命的人！我声音冰冷，举起了手中的开山刀。不，别杀我！我知道一个大秘密，一个关于军方基地的秘密。只要你放过我，我就告诉你。刀疤脸在死亡的威胁下，终于抛出了自己的筹码。军方基地，我的心头一动。前世江城确实有一个隐藏的军方避难所，但具体位置我并不知道。说，我言简意赅。你先发誓不杀我。我冷笑一声，手中的开山刀直接剁下了他的左手。啊！刀疤脸再次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我将沾血的刀锋架在他的脖子上。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剧痛和恐惧彻底摧毁了刀疤脸的心理防线。我说，在城北的龙首山那里有一个地下防空洞，军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他颤抖着说道。龙首山，我记下了这个地名。很好。我点了点头。刀疤脸见状，脸上露出一丝希冀。那你可以放过我了吗？可以。我收回了开山刀。刀疤脸如蒙大赦，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但下一秒，我的脚已经狠狠地踩在了他的伤口上。我答应不杀你，但没说要救你。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你就躺在这里，慢慢的流血，等待着被外面的丧尸撕成碎片吧。说完，我不再理会他怨毒的咒骂，转身走向那两个幸存的混混。他们早已吓得屁滚尿流，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我没有说话，只是挥了挥手。刀光闪过，两颗头颅滚落在地。对于这种人渣，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完成任务，恶徒的狂欢，获得奖励，系统能量加100，技能枪械精通初级已解锁，系统能量100%148，系统等级提升，当前等级 LV9，解锁新功能，属性加点，储物空间1立方米。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我的脑海中响起，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打开了系统面板。宿主江辰，等级248%，力量12可分配点数10，敏捷11可分配点数10，体质10可分配点数10，精神11可分配点数10，技能基础格斗术，枪械精通初级，称号秩序执行者，储物空间1立方米。看着那一大串可分配的属性点，我的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这简直是一步登天。我毫不犹豫地将属性点进行了分配，力量加5，敏捷加5，体质加10，精神加10。力量17，敏捷16，体质20，精神21。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强大感觉涌遍我的全身，我的五感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身体里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就连思维都变得更加清晰。如果说之前的我是一只猎豹，那么现在的我就是一头史前凶兽。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不由自主的扬起。许曼，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我将目光投向了便利店里那几个幸存者，一个男人，2个女孩，他们惊恐地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怪物。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毕竟我刚刚才在他们面前完成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你们可以走了。我淡淡的说道。那3人闻言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跑出了便利店，消失在街角，仿佛身后有恶鬼在追赶。我并没有在意，我救他们只是任务需要，并不指望他们感恩戴德。末世之中能活下去的只有强者和聪明人。我开始清点这次的战利品，除了那辆改装过的皮卡和车顶的机枪，刀疤脸身上还有一把手枪和2个弹匣，这可是好东西。我将手枪和子弹连同皮卡车里的备用弹链全都收进了储物空间，然后我找到了加油站的储油库，将带来的几个大油桶全部装满了柴油。做完这一切，
我开上那辆沾满了血迹的皮卡车，扬长而去。身后是刀疤脸绝望的嘶吼和被血腥味吸引而来的越来越多的丧尸。他的结局已经注定。回到纺织厂，已经是中午，阳光炙热，将整个废弃的厂区烤得像个蒸笼。我将装满柴油的油桶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来，然后开着皮卡车在厂区里转悠起来，收集所有能用得上的金属材料。废弃的生产线、倒塌的铁架，甚至员工宿舍里的铁床都成了我的目标。体质提升到20点后，我的耐力变得极其恐怖。整整一个下午，我几乎没有休息，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将堆积如山的金属材料搬运到了围墙边。有了脑海中的图纸和强大的身体素质，架设电网的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我先用最粗的钢筋在围墙上打下固定桩，然后将一圈圈带着倒刺的铁丝网牢牢地固定在上面。最后，我将备用发电机拖到大门口，连接上线路。当夜幕再次降临时，一道环绕着整个纺织厂的闪烁着危险电弧的电网已经初具雏形。我启动了发电机，嗡！伴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整道电网瞬间被激活。滋啦！一道蓝色的电弧在铁丝网上跳跃，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有了这道电网，至少普通的丧尸再也无法轻易的闯进来了。我将那挺重机枪架设在了办公楼楼顶的制高点，又在厂区的几个关键位置布置了简易的陷阱。做完这一切，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宿舍。一夜的猎杀，一天的劳作，即便是强化过的身体也感到了深深的疲惫。我躺在床上，很快就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无比踏实，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敢于闭上眼睛放心的睡觉。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惊醒。我一个机灵从床上弹起，抓起旁边的开山刀，冲到窗边。只见纺织厂的大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一个身材魁梧、留着板寸头的男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断地按着喇叭。是王猛，他竟然这么快就到了！我心中一喜，连忙冲下楼，关掉了电网的电源，打开了工厂的大门。陈子，妈的，老子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一路简直是地狱！我能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一身的尘土中看出他这一路的艰辛。从城东到城西，横跨整个沦陷的城市，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先进来再说。我将王猛和他的车让进厂区，然后重新关上大门，启动了电网。听着身后电弧跳动的滋啦声，王猛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我靠，陈子，这是你搞的？不然呢？先吃点东西，我们慢慢说。王猛也确实是饿坏了，接过食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等他吃完，我才将我重生以来的经历选择性地告诉了他。当然，关于重生和系统的事情，我隐瞒了下来，只说我运气好，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异，力量和速度都得到了强化。即便如此，王猛听完后还是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所以你一个人干掉了一个叫狂狼帮的团伙，还搞到了枪？我点了点头。王猛沉默了，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一拳打在了我的胸口，力道不重。陈子，不管你变成了什么，你永远是我兄弟，谢谢你，还记得我。我笑了，也给了他一拳。废话，我不找你找谁？前世的隔阂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对了，你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叫许曼的女人？提到这个名字，我的眼神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芒。曲曼，没印象。怎么了？她是你马子吧？没跟你在一起？分了。分了也好，我早就觉得那女的心机太重，配不上你。当初我们俩吵架，就是因为她在我面前搬弄是非。我心中一凛，原来前世我和王猛的疏远，竟然也有她的功劳。这个女人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对她的恨意又深了一分。不说她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安全的据点，下一步就是搜集更多的物资，然后等待。等待？没错，等待秩序的重建。刀疤脸告诉我，军方在城北的龙首山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那里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王猛开始了疯狂的拾荒之旅。我们开着皮卡车，以纺织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扫荡着所有无人超市、便利店和药店。我的储物空间很快就被各种物资塞得满满当当。王猛的战斗力也极其强悍，不愧是退伍的侦察兵，他的格斗技巧比我这个半吊子系统出品的要实用得多。我们两人联手猎杀丧尸的效率极高，我的系统能量也在飞速地增长着。系统能量200%198%，距离升到3级只差1步之遥。
这天，我们照常外出搜集物资，在一个废弃的商场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幸存者团队，大概有7、8个人，有男有女，看起来都是普通的上班族和学生。他们占据了商场2楼的一家餐厅，用桌椅堵住了门口，显得十分狼狈。看到我们2个全副武装、开着皮卡车的人，他们眼中充满了警惕和恐惧。我和王猛对视了一眼，没有主动和他们接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只是在1楼的超市里默默地搬运着物资。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商场外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紧接着大地开始微微震动，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充满了暴虐和疯狂，仿佛来自地狱的魔神。我和王猛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是尸潮。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2个字。前世我经历过无数次尸潮，每一次都意味着无尽的死亡和毁灭。我没想到末世才刚刚开始1个星期，第一波尸潮竟然就来了，而且听这动静规模绝对不小。快上车！我冲着王猛大吼一声，2人飞快地跳上皮卡车。我猛踩油门，皮卡车发出一声咆哮，向着纺织厂的方向疾驰而去。我们的身后，黑压压的浪潮正从街道的尽头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丧尸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吞噬着沿途的一切。而在那尸潮的最前方，一个身高超过3米的、浑身肌肉虬结的巨型丧尸正迈着沉重的步伐，疯狂地冲锋着。是进化型丧尸，力量型。我的心沉到了谷底。